当我愿意把失去看成重组，命运会把新的祝福放在空出的位置。这个念头不是在我平顺的时候出现的，而是在某一次真正失去之后，在心里出现一个巨大空洞，风吹进来都会疼的时候，才慢慢长出来的理解。那时候的我只看得见失去，看得见空位，看得见原本熟悉的一切突然不在了。我把那种感觉称为断裂，称为被夺走，称为命运的不公平。我反复问自己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为什么努力过还是留不住？为什么我珍惜的东西最后都变成回忆？失去像一道阴影覆盖了我所有的视线，我只看得见缺口，却看不见空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整理旧物的时候，突然意识到一件很细微的事：每一次清空其实都是为了重新排列，每一次搬动都是为了让新的东西有位置进来。那个瞬间，我突然明白，或许失去并不是单纯的消失，而是一场重组。这个想法一开始很陌生，甚至有点残忍，因为承认重组就意味着我要放下它应该留下来的执念。但当我慢慢松开手，我发现那个曾经让我觉得痛到无法呼吸的空缺，其实开始变得不同。它不再只是缺，而是一块还没被填上的土地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这是一场重组，那我正在被重新排列成什么样子？如果这是一种空出，那是不是代表某些更适合我的东西正在路上？这样的提问让我的心从抗拒慢慢转向好奇，从抱怨慢慢转向信任。我不再只盯着失去的部分，而是开始观察生命正在为我清理什么，正在替我移开什么，正在为我留下什么空白。而神奇的是，当我愿意把失去看成重组，新的连结真的出现了，新的机会，新的关系，新的方向，甚至是一种全新的自己慢慢走进来。它们不是立刻填满，而是一点一滴像光慢慢渗进窗户，让原本空荡的房间开始有温度。我才懂，命运不是夺走，而是调整；不是惩罚，而是重新排列。那些离开的也许本来就只陪我走一段，那些空出的位置不是空白，而是预备。当我愿意这样理解，心里的痛没有完全消失，但它变得柔软，变得可以被抱着，变得不再尖锐。我开始相信，每一次失去都在教我释放，每一次释放都在为祝福腾出空间。有些祝福只有在我不再紧抓过去时才会出现，有些可能只有在旧的形状瓦解后才会显现。现在的我面对失去时仍然会难过，仍然会怀念，但我不再只看到结束，我会轻轻对自己说，这也许是重组的开始。当我愿意把失去看成重组，命运就不再像敌人，而像一位温柔的设计者，默默调整我的道路，为我挪开不再合适的风景，为我空出位置，让更贴近灵魂的祝福在最恰当的时候静静落下。当我重新理解那些以为的错误，便看见自己其实在被引导。这句话是在某个回望过去的夜晚浮现的。那时候的我坐在灯光微弱的房间里，翻着记忆，一页一页全是曾经让我懊悔的决定。我曾经对那些错误耿耿于怀，选错的人，走错的路，说错的话，做错的选择，每一个都像一枚印记刻在心上，提醒我曾经多么不成熟，多么不够好。我用错误定义自己，用失败惩罚自己，用后悔折磨自己。我常常在夜里想，如果当初换一个决定，现在会不会更好？如果当时再聪明一点，是不是就不必经历那些痛？可时间从不回答这些假设，它只是静静地向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换了一个角度看待那些过去，不是问为什么我会犯错，而是问那些错误把我带到哪里。那一刻，某种僵硬的结松开了。我开始看见那些以为的错误，其实一个一个把我推向新的方向。如果没有那次选错，我不会离开那个让我窒息的环境；如果没有那次失败，我不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渴望；如果没有那段破碎，我不会学会界限，不会学会自尊，不会学会如何温柔地对待自己。原来那些我拼命想删除的片段，其实是转弯的路标。我慢慢明白，错误并不是偏离，而是引导，只是当时的我站在当下看不清它要带我去哪里。
就像走在浓雾里，你看不见远方，只能看到眼前一小段路，你以为自己迷路了，其实每一步都在被牵引。当我重新理解那些错误，心里的羞愧开始褪去，自责变得柔软。我不再把过去的自己当成敌人，而是看见那时的我其实已经尽力了，在有限的认知里，在有限的勇气里，做出了当时能做的选择。那不是愚蠢，那是成长的必经。我忽然懂了，引导从来不一定是顺利，它有时会披着挫败的外衣，会用跌倒的方式让我停下，会用错误的路线让我重新定位。如果一切都完美，我不会反思，不会改变，不会寻找更深的答案。而那些以为的错误，正是生命让我转向的契机。现在回头看，我几乎能在每一次失误背后看见一条隐形的线，那条线把我从当时的迷茫拉到现在的清醒。那些曾经让我哭的经历，其实在为我铺路；那些曾经让我觉得羞愧的选择，其实在教我认识自己。当我愿意用理解取代批判，用好奇取代后悔，我才真正看见，原来我一直都在被引导。不是被推着走，而是被温柔地牵着。即使在我以为走错的时候，即使在我觉得迷失的时候，那股看不见的力量仍然在背后调整着方向。我不再急着抹去过去，也不再想重来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没有那些错误，我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更懂得珍惜、更懂得选择的人。当我重新理解那些以为的错误，我终于放下了对自己的苛责，也放下了对命运的抱怨。我看见自己其实一直在路上，一直在被引导，一步一步走向更清醒、更成熟、更靠近真实的自己。当我停止把过去的阴影背在身上，我终于感到轻盈。这句话是在一次很平凡的午后突然浮现的阳光从窗边斜斜落下，我却在那样明亮的光里看见自己长久以来背着的重量。那些重量没有形状，却始终存在。它们是过去的失败，是说错话的尴尬，是被拒绝的刺痛，是某些未完成的遗憾。我把它们一件一件收进心里，告诉自己要记住，要反省，要避免重蹈覆辙。可我没有发现，提醒与惩罚之间其实只差一线。我原本只是想成长，却不知不觉把自己困在旧日的影子里。每当新的机会出现，我总会先想起过去的跌倒；每当有人靠近，我总会先预演曾经的离开。我说自己成熟，其实只是小心翼翼。那些阴影像一层看不见的雾贴在我的背上，让我走得慢，走得紧，走得提心吊胆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眼睛，那不是疲惫，而是一种压抑，像是灵魂在问我：你还要背多久？那一刻，我沉默了很久，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之所以背着，是因为害怕。如果放下，就等于否认曾经的伤，等于对过去的自己不负责任。可是真正的不负责任，其实是让过去的阴影决定现在的步伐。我慢慢明白，阴影的存在不是要我背着走一辈子，而是要我看见然后放下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不再反复播放那些让我羞愧的画面，不再在脑海里模拟失败，不再用过去的标签定义现在的自己。每一次想起，我不再说那就是我，而是说那是我曾经经历的，只是一个经历，不是身份，不是枷锁，不是命运。当我这样告诉自己，背上的重量忽然轻了一点，像是肩膀终于有了空气。我才发现，轻盈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来自于我是否愿意让过去停留在过去。那些阴影其实早已没有力量，真正赋予它们重量的是我不断的回头，不断的重演，不断的责备。当我停止这些动作，它们就像风中的尘慢慢落下。我开始能更自由地笑，更自在地说话，更坦然地面对未知，因为我不再带着过去的恐惧走向未来。我不再为曾经的错误自我审判，不再为失去的关系自我惩罚，不再为别人的眼光延续自我否定。我允许自己成长，也允许自己改变。那种轻盈不是逃避，而是释放。我终于明白，过去的阴影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有光，而当我愿意转身面向光，阴影自然落在身后。
现在的我走路时不再低头，心里也不再塞满自责。我知道那些经历仍在记忆里，但它们不再压着我。当我停止把过去的阴影背在身上，我终于感到轻盈，像是从一段漫长的负重旅程中卸下行囊，像是第一次真正用自己的节奏呼吸。而那份轻不是来自遗忘，而是来自原谅。原谅过去的自己，原谅那时候的无知，原谅那段必须经历的弯路。当我愿意这样对待自己，生命也开始变得宽广，未来不再被旧日的影子遮住。我终于可以用空着的双手去接住新的光。当我愿意让旧有的故事淡去，新的人生便开始有了轮廓。这句话不是在我决心改变的那一刻出现的，而是在我终于不再反复讲述同一段往事时才慢慢浮现。我曾经活在故事里，那些关于受伤的、失败的、被误解的、错过的，我一遍一遍说给自己听，说给朋友听，甚至说给未来听，仿佛只要把它讲得更清楚，我就能从中得到某种证明，证明我曾努力，证明我曾深情，证明我不是无能为力。可是每一次种树，我都在替那段过去上色，让它更鲜明、更牢固、更难以退场。我没有发现，当我紧抓旧故事不放，新的篇章根本无法展开。我太熟悉那个受伤的角色，太熟悉那个委屈的自己，太熟悉那个总是差一点就成功的版本，以至于我不知不觉把它当成了身份。如果没有那段故事，我还是我吗？这个问题曾让我犹豫不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自己说着那些旧故事时，心已经没有那么痛，却仍然习惯性的提起。那是一种依赖，不是因为放不下，而是因为熟悉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真正害怕的不是失去故事，而是失去对自己的定义。于是我试着做一件很小的事，当过去浮现时，我不再延伸，不再分析，不再为它找更多理由，我只是看着它，让它像旧照片一样安静地放回盒子里。我没有否认它存在，只是允许它褪色。当我不再把它当成现在的背景音，空气突然变得清晰，那是一种奇妙的空白，没有剧情，没有对白，没有悲情的配乐。刚开始有些空，甚至有点不安，因为没有故事，我仿佛不知道该如何介绍自己。但就在那样的沉默里，某些新的感觉开始浮现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不再以过去为主轴，我现在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如果不再以伤痛为证明，我还愿意如何选择？那不是剧烈的改变，而是一种轮廓慢慢显影的过程，像底片在暗房里一点一滴浮现线条。我发现新的我其实一直在等待空间，等待旧故事退场，等待我不再紧握那些标签。当我愿意让旧有的故事淡去，我开始用现在的感受说话，而不是用过去的伤口。我开始用当下的选择定义自己，而不是用曾经的失败。人生的轮廓不是在激烈转折中出现，而是在我安静放下时悄悄成型。现在的我仍然记得过去，但我不再住在那里，我让那些故事成为背景，而不是主角。当新的日子到来，我不再用旧剧本去预测结局，我让每一个相遇，每一个决定，每一次机会都有自己的样子。我终于懂了，人生不是靠修补旧故事变得完整，而是靠让它们退到适当的位置，让新的章节自然展开。当我愿意让旧有的故事淡去，新的人生便开始有了轮廓，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稳稳的、清清楚楚的，在我愿意转身的那一刻慢慢出现。当我理解那些不再需要的事物正要离开，我也准备迎接更合适的流动。这句话是在一种若有似无的失落里诞生的，不是剧烈的分离，不是轰然的结束，而是一种慢慢变淡的感觉，像水位悄悄退去，留下湿润的痕迹。我一开始其实不愿意承认，那些人、那些习惯、那些曾经让我依赖的节奏正在远离。我还想抓住，还想维持，还想证明只要再努力一点，一切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可是有些东西不是坏了，只是走完了。
那段时间，我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空，像是生活的某个角落突然松动，却还没有新的东西补上我本能的焦虑，本能的想填满，想用熟悉的方式延续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静下来问自己，如果他真的要离开，是不是因为我已经不再需要他？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久。因为我发现有些事物曾经确实帮助我，给我安全，给我认同，给我某种存在的证明，但现在的我已经走到另一个阶段。那些模式，那些关系，那些执着，其实已经无法再承载新的我。他们没有错，只是容量有限。当我理解这一点，心里的抗拒慢慢松开，离开不再是被夺走，而是自然流动。我开始看到生命其实一直在调整频率，把不再对应的事物移开，为的是让更贴近的流动能进来。就像河流不会为了某一块石头停住，它绕过冲淡，然后继续向前。而我过去之所以感到痛，是因为我试图逆流，试图让水停留在原地。当我终于放手，我感觉到一种奇妙的轻盈，不是因为失去不痛，而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流动的一部分。我开始练习对自己说，如果他要走，那就让他走，因为他完成了任务。这样的信任让心腾出空间，让焦虑变得柔软。慢慢的，新的对话出现，新的机会靠近，新的节奏开始成型。它们不是立刻填满，而是自然流入，像水找到更宽广的河道。我忽然明白，迎接不只是等待，而是一种准备。准备让旧的情绪退场，准备让心不再紧抓，准备让新的可能有地方落脚。当我理解那些不再需要的事物正要离开，我不再把离去视为失败，而是转换。生命像一场不断更新的呼吸，吸进新的，吐出旧的。如果我不愿意吐气，就无法再吸气。现在的我学会在流动里站稳，学会在变动中不恐慌，学会相信每一次空出都是为了更合适的存在。那些离开的不再让我怀疑价值，反而提醒我正在改变，正在成长，正在靠近更贴近灵魂的方向。当我理解这一点，迎接不再是用力，而是自然。我张开双手，让生命流动，让更合适的节奏进来，让新的光在空出的位置慢慢展开。当我不再把自己困在曾经，宇宙才有空间把未来推向我。这句话是在一段长久的停滞里慢慢浮现的。那段时间的我像是站在原地，却不停回头。我总以为自己在前进，其实只是带着过去的影子走路。我反复回想那些曾经的选择，那些错过的机会，那些未完成的关系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，它们像一条无形的绳子绑在我的脚踝上，让我每一步都带着牵扯。我以为回顾是为了成长，却不知不觉变成停留。我把曾经的美好过度放大，也把曾经的遗憾反复重播。我告诉自己那是珍惜，那是反省，那是对过去负责，但其实我只是不敢真正往前。因为往前意味着未知，意味着新的不确定，意味着不能再用旧故事定义自己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未来之所以迟迟没有展开，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而是因为我的双手都还抓着昨天。那是一种很诚实的觉察，甚至带着一点羞愧。原来我一直在抱怨没有新机会，却从未真正腾出空间。我开始试着放下那些熟悉的回忆，不是否定，而是不再让他们主导。当念头想把我拉回曾经，我轻轻对自己说，那已经完成了。一开始并不容易，因为曾经是熟悉的，熟悉让人有安全感，即使那份安全是停滞。但当我一次次把注意力带回当下，带回此刻的呼吸，带回眼前的选择，我发现心开始松动。那种松动像打开窗户，让空气流通。就在那样的空间里，一些新的念头开始出现，一些新的邀请开始靠近，一些过去从未想过的可能悄悄敲门。我才明白，宇宙从来没有停止推动我，只是我一直背对着它。当我不再把自己困在曾经，我开始感觉到未来的拉力，那不是压迫，而是一种温柔的牵引。
新的方向，新的相遇，新的机会像风一样推着我，不是因为我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空出位置。原来未来不是靠追逐而来，而是靠敞开。当我停止反复翻阅旧章节，新的篇章自然展开。当我不再把身份绑在过去的角色上，我才能成为新的自己。我慢慢懂了，困住我的从来不是经历，而是我对经历的执着。当我放下那份执着，未来就像一条早已准备好的路在我脚下延伸。现在的我不再急着回头确认，也不再害怕失去旧有的定义。我把注意力放在眼前，把能量留给此刻。而在这样的状态里，我真的感觉到生命在推动我，不是强迫，不是催促，而是顺流。当我不再把自己困在曾经，宇宙才有空间把未来推向我，而我也终于准备好迎接它的到来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